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哦。今天继续来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那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靠近你？你正在吸引着谁靠近你？那这就是今天要选的3张牌哈。那等一下拿靠近看的时候，你想要看久一点，你看一下暂停哦。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张牌，第一张牌是世界牌，世界牌。好，第2张牌是节制牌。好，第3张牌是女祭司牌。好，那这就是今天选的3张牌哦。哪一个最吸引你，那就是共振最强，你就可以选它就好了。好，那就继续听下面的故事。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就从选到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一样哈，我们就先选5张牌，然后从5张牌里面看看整个能量的结构是什么哈，我来帮你捕捉。好，好，哇，今天好特别，今天还没开始放，我已经开始打嗝了。每次开始解牌就开始打嗝。好，第1张牌，啊，第1张牌还不错哈，权杖4哈，不错，是个很好的开始哈。来，第2张，好，我们来拉个距离哈，3，好，这样可以。来，好，第4，一样，第5张牌我们来盖哈。盖起来，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往下翻哈。好，今天的题目是，今天的题目是你将吸引着谁靠近你哈？那权杖4开始的话，比如说，其实啦，选到1号的朋友，你不用特别去吸引他啦，他的能量哈。其实他就是已经缓缓的往你这边走来了啦。哦，他照着自己的人生走，他没有特别想要寻找爱情走，但是他就是要走到你的身边来了哈。因为你们2个人的未来性、方向感啊，人生的目标方向感，其实从目前看起来是蛮接近的啦。你们已经经历了非常多的错误选择之后，比较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了，所以2个人算是会遇到比较成熟的阶段的彼此啦。那蛮好的一件事情是哈，你们遇到的时候就会有一拍即合的感觉，很容易就谈得上天，然后很快就跨越了好朋友这个阶段，会直接进入交往阶段，而且交往跟好朋友这个阶段重叠起来了，节奏很快，你们有点像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栋房子、这栋大楼、新大楼盖得非常的快，所有的内容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就是很顺哈。该有的复杂性也是有，简单性也是有，但是一切就是顺利的就往上冲刺，这关系就往上冲刺的非常好哈。那朋友也觉得蛮好的，只不过我目前觉得太快哈，因为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这一段来的急惊风的感觉蛮快的哈。他那个，但他不是风能量，那是火能量啊。我觉得他有点就是生火生的太快，应该说不是你想要它这么快，或是你主动让这一切变快，而是它这个火又旺又快。那它有什么坏处？它有个坏处是仔细的地方、细节的地方、小地方忘记去品味了，哦。但这只是一开始啦，我没有觉得有多不好，我只是觉得说，开头的时候的那一个，还有蛮多可爱的甜蜜啦，可爱的细节，没有好好经历。
到了后来进入平淡期的时候，会有点小小的小 regret， 就是小后悔，小后悔哦。那种小后悔，就是觉得初期的甜蜜滋味没有好好品尝啦，就这样而已。我觉得就这样，这不是什么大缺点，不是说这能量来太快，然后后面也就消太快，不是这个意思哈。那同一个地方来说，对方身上有蛮多你喜欢的东西啦，就是以圣杯九圣杯九这个概念来说，它这个比较像是说从圣杯七、圣杯八然后它这样子一路跳跃上来它经过了什么？它经过了筛选，它经过了保留，它经过了一种确定什么东西只能留在你身上，然后它也确定了你现在身上所带有的东西将得到赞赏，将得到认同，将得到自我的自信。这概念是在讲什么？在讲说你们两个人都已经达到了一种，我们就讲感情上好了，一种蛮能确定自己想要什么的阶段。就算不是，你可以反过来想，至少你很确定什么是你不想要的。宁缺毋滥，宁愿不要有不想要的东西在对方身上，至少，所以你们两个都达到了一种蛮确定对方是自己想要的一种相遇吧。但是我觉得一号牌比较像是对方没什么我会在乎的缺点，而不是往优点方面想，而是比较像是说，这个人是我目前看起来最安全的，或是他有一点趋近于最好，但是他的最好不是因为他是所有的你想要的优点的集合，而是说你经历了太多的不好的事情，然后这人身上都没有，所以你就反过来的对比出，其实这个人身上的好才是你想要的，这是一个反向思考过来的一种存在啊。那你说这不好吗？其实不是，这是因为有可能你以前太着重于需要对方是集合你所想要的优点的存在，你才要选择。但现在因为经历了蛮多，我觉得就是经历了很多选择错误了。坦白讲，就是经历了很多选择错误，所以你现在知道要去无存菁啊，因为有的时候太在乎、太追求你想要的优点都出现的时候，你会失去了判断缺点在哪里的能力然后会有点得过且过，然后也会有点美化对方。一旦开始美化对方之后，缺点冲突、不适应、不适合，就越来越难感受到。不是说找不到，而是找到了会美化、会弱化它就越来越忘记，其实缺点跟优点是一样的重量，好吗？打嗝打不停。好，不过以选择一号牌的朋友，目前4张看起来这个人的出现很有可能是朋友介绍，这是一个；很有可能是工作上新认识的伙伴，这也是一个很有可能是去跟别人开会的时候出现的一个耳目一新的人，他就是一个新的人。总之，他不是你现在生活圈所已经遇过的人啦。因为这4张牌有几个讯号，就是他人，然后有一种讯号是领域以外，有一个讯号是2个世界的连接 A 端点到达 B 端点的讯号，所以它其实不是你的环境里的啦，它不是它不是。
它这个相遇需要有一些特别的巧合，它不算邂逅，不算，但它有点接近偶遇，因为它是必须有第三个人介入。它这个不是你在街上不小心遇到，在哪里什么时候自己去参加座谈会，什么个人独自去什么然后遇到的，没有，那个是在你旁边有伴的时候，反正你们会有一个共同交集的人物啦，一两个，一个以上，因为他这个人物设定在一个团体的介质，介入点是属于一种团体的复数的，不是单人的，但也有可能是你跟着大家一起去哪里的时候认识的，这样子哈。别担心，他出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啦。等他出现的时候，你们就会互相喜欢了啦。这感觉比其他很多牌看到的都强烈很多，所以你可以期待看看哈。但我必须退一点点讲，这个人的出现，他是一种复合型的角色哈。这个我们也常讲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每天更新嘛，所以它常常会有一些雷同的细节哈。那今天这个细节呢，可能我好像几天前也讲过，它会是一种复合型的角色，它就是情人、恋人、好朋友都有可能复合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这也在桃花的范围里了，包含起来。那我的意思是说，会有一点差错，会有点阴错阳差。变成了好朋友，开始变成了恋人，开始然后最后转好朋友，还是本来是应该要当知心好友或是收妹的缘分，结果变成了恋人都有可能，所以这就属于复合型。那我没有觉得一定要强求他会是哪一个。那如果你期待他是恋人，那他也可能，那他就会趋向于恋人啦。那只是他的内在状态会有很多所以他不会只是一个完全的恋人状态就是了你可能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你们两个的圣杯9的能量，我觉得太强了。它放在一个高度的独立性的位置，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们在情感上不会互相依附。不会互相依附的时候，或是互相黏腻，我觉得这个感觉没有那么重。它比较像是说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融洽度跟活跃度极高，就是说两个人的能量极高。那为什么会这么高？因为我觉得它高过了只被局限在恋人的这一个单位里，它的能量高到我觉得是好几组能量混在一起，所以我才会说恋人、好朋友、收妹都混在一起，所以它的火能量才会这么高那也是因为你们本身的独立性跟个人性太强了啦，那不太像是一对，我觉得它不太像是一对能量。为什么这说这个一对能量？就是说这一对是一组的，可是你们的都像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宝物，然后在一起这样不过没关系，因为能量好了，所以它去变成哪一种都很容易，也很适合。靠你的意志啦，你要把它变成是恋人也可以啦，只是有的时候感觉会比较忘记，像恋人会变反而像更好的朋友这样。反正如果你认识他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拿捏啦，很容易拿捏，因为我们的相处目前看起来契合度还蛮高的，不太有什么讨论上的问题。对啊，力量牌这里跟我刚前面讲的，我觉得就同一个方向啊，就是那个力道、那个能量很强啦，所以我刚刚是不是说这底下有一个很大的能量是复合好几倍，好像好几组混在一起？我还在这样讲的时候，然后底下就翻力量牌嘛，它完全符合我讲的那个方向因为力量牌如果今天不是在这一个位置出现，它如果是在这里出现或是在这里出现，意义不一样，我就会觉得说你们表面上能量太强会有所冲突，或刚开始的时候，表面上再强会有，表面上能量太强会有点水火不容，因为人太独立性。但是我在这4张牌没有看到这个然后可是我又感觉到那个能量有点超越我的想象，结果力量牌在底下嘛
那它呼应了我刚前面讲的之外，那又再加强了一次我刚刚说的，你们两个其实即使不在一起，各自独立起来的时候，能量都还可以。然后比较像是需要别人依附于你们的，因为人的魅力比较强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可能就是你会被追求，你会被跟随，你会有个像粉丝状态的人这样子喜欢你，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变比较弱势，基本上是这样。可是这一题选到1号牌的，就是两个这么强能量在一起哈。那好，我觉得很好的地方是，你们会变成大家很羡慕的一对啊。就这个好，这个也很好，这样子哈，然后会很受祝福，会非常受祝福，很快就受祝福了啦。一开始大家知道你们两个有意识的时候，就有人会推挤，会推波助澜的希望你们两个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一种想要看到一种童话式的美满在一起，童话式的美满姻缘在一起的这个画面哦。那你们两个都符合这种双主角的性格，所以蛮受其他人喜欢的啦。那目前看起来都还算好的，就只是2点。第一，你们彼此的角色会有点错乱，就是情人、恋人、熟妹不太确定，但是在一起感觉是好的。第二，因为能量太强了，所以难以被说服。那难以，然后节奏也太快哦，嘴巴聊天表达自己速度太快，所以这边可能简单的小建议，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如果到这个阶段要给小建议，还是可以给啦，就是节奏减慢个20-30%啦哦，就跟下一段恋情表达的时候，节奏放慢比你跟你朋友、家人、同学相处的时候再放慢，就好一点了哦，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只是修正一下就好一点。好，我们再往下看哦。看另外，看看牌面有没有办法帮你们挑出一些关系上的一些需要警惕的位置哈。好，第3我们来压哈。9哈。坦白说，这份恋情如果要讲缺点的话，哈，可能初期，所以说情感这件事非常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啦。明明心中很渴望一份情感来，但情感到的时候，享受完初期甜蜜的时候，突然那一种负重感、责任感，或是生活多了一份重心的不自在感就出来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关心在乎出现了，你很难完全放松。如果你是一个感情敏锐的人的话，你更难放松也就是说，他这边有一个比较再往后一点的讯号，就是说在一起或交往之后再往后一点的讯号，就是说，当你的内在心里，它也出现了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怎么样，一起怎样，我们一起，然后什么都要一起的时候，你心里的那一个负重感就会跑出来了但是无可厚非啦，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坏事，这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会变成一起。只是这边要讲的是说，无论是你或他都会有这个概念，但是第一出现的时间点不同，第二诠释这一件事情的方式不同，所以记得这边给的提醒是，这段恋情出来了这段恋情出来了。那其实以今天的题目来说，已经超越了这个题目了，已经直接到进入交往后面的啦。他这边就说，可能你这遇到了就很快可是初期，然后可能要到中段前，反正就初期尾声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有一个两个人都会有一种已经习惯于用一起或我们来思考事情，会开始有这个情愫那
个性不同的关系，个性不同的原因，有些人会不自觉的就开始约束对方，会有一种约束感，但你不是故意的哦，那都是有一种不安全感的反应哦。对于不安全感的，我为什么说有时候不安全感的反动？不是说反应，反动的意思是说，不安全感出来了，你发自内心的想要去解决那个不安全感，所以你会出现一种跟道德、跟自己理解生命或是什么道理没有关系的反动，就是一个动作，就是你可能会询问、会好奇他去哪里或什么，或是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在干嘛，这种一种反动，它不是反应，它反应是你要应对这一件事情。好，这个是有一点点差别的。那你要应对的时候，你就会用上脑子，你就会用上你的道德，或是用上你的经验。好，我觉得那个就叫反应。那反动不是，反动是你当下出现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悸动，会有一种突如其来的位置的改变。什么位置？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突然有觉得什么事情都要两个人或者一起，你要会这样思考事情的时候，但是当他自己想要自己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突然的反应是：那我呢？然后我要干嘛？你会突然有一些决定，可是这跟你去思考，就用经验或什么去思考不一样，因为它这个速度很快。可是我们常常会在这一个点跟反应之间的变化，因为速度太快，你分不出来反动跟反应。好，没关系，我们这就不要讲很深，然后反正我就把它简单讲，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你会彼此都会有一种我们的思考，那会有一种小小的不适应，这边会有哦。那个不适应是，原本的一个人跟两个人的做法、想法要怎么做，会有点差别。你在适应这个，要一点时间，你就会找到留给自己的空间，然后留给他的空间，好，留给他的时间，然后你也会慢慢知道。我跟你讲，他不一定是只有你哦，或者是他哦，就是说，有些人会有这个我们的思维的时候，会觉得我要有更多自己的空间，因为他的反应是因为他知道的是两个人了，所以他反而会趋向于那我要寻找更多自己的时间，因为他知道两个人的时间也很多，会侵蚀他自己一个人的时间。那有些人是完全不会想这个，有些人是会觉得没有啊，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就去做。那跟我在一起，那你跟我在一起，我们就用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好了。这样子，他不一定会用，他心里有两个人或是我们来思考事情，但是他觉得时间空间不影响，因为他觉得概念上我们就已经很满了，定义很重了。那有些人会觉得要有行动上的决定，要有空间上的决定，就是说，我们一个礼拜只见面一次，好少，但是空间上的决定。但是有些人会觉得，我们一个礼拜见一次，可是我们一整天都在一起，他就是空间上已经充满了。那其他时间他需要做很多他自己的事情。我们现在讲的是初期哦，还没有住在一起，还是一个个人独立的时候要相处的状况哦。每个人的想法不同。那今天权杖九出现在这里，他想要说的是，想太远，还是需要一步一点适应两个人相处，再进入所谓的我们的状态想事情。他的意思是说，你会慢慢的进入我们的状态想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是自然而然的已经找到方法释怀了，身体、心灵、身心灵都已经习惯了有我们这个概念，但是习惯到这个位置，我们这个概念的时候是没有想要去约束对方，反而那一个心理的空间很大，就是这个世界有我跟你这个关系的存在，就这样，仅此。就是这个世界，我的人生多了一份关系，叫做我跟你在一起，就这样。那不会因为我跟你在一起这个概念放到最前面，放到最大，放到人生的目的，就变成所有的事情都要用我们来决定。这样，它不会到这个里。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自然而然的、慢慢的去体会你跟他的相处，它会自然而然变成某种我们。
这边在讲，他在提醒的是，前面这一个火能量太快，会突然就跳到，不小心就跳到，立刻要用我们或一起 us 的方式去想事情的时候，太沉重了，你自己都喘不过气来。好，这边有在讲这个，他在讲这个讯号。讲这么多，其实就是讲这个啦。只是我想要给你一个建议跟提醒，讲的比较清楚一点，讲的比较有层次一点，让你比较理解。那如果你前面听得不清楚，那就直接走结论，就是关系走太快，觉得什么事情都要两个人一起，太快了，都太快，要慢慢的去体会到，自然而然变成我们就好了。好，那宝剑牌在这里了，他在讲的就是说，你是可以进行的很快，你是可以进行的很准确，就是说两个关系你可以走的，照你的方法走，照你对的方法走，但是你确定这个速度这么快是健康的吗？是有理解到每个细节的吗？对方有跟得上吗？还是就你自己觉得对就对而已呢？会不会你太要求对方要跟上你了呢？还是你本来就对自己有点太要求了，反而用在别人身上了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一样跟前面来讲，会不会太快了？会不会太热了？会不会太急了？你是不是还是要再放慢一点？因为现在已经有沉重感出现了啦，它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嘛。这个我刚是在最前面讲说，这个热能量有点太大了，所以这边就来了一些建议，要你慢一点，因为这个太冲了哈。我们刚刚一开始我是不是就讲了？能量太好、太顺、就有个缺点，就是初期的时候很会忘记去品尝细节的东西。那又呼应这里，你品尝细节之外，也要一步一步慢慢的体会两人关系之后，才能够慢慢的进入所谓的我们一起这个状态，才会健康，才会自然，世界才不会因为有另外一个人进来而被有所压缩的感觉啦。要有空间呼吸。好，魔术师牌这边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当你理解了这些，你现在开始就会觉得舒服了。那他这个舒服的感觉，并不是只是包括你跟这一个，或是现在你正吸引来的这一个人要在一起这一段关系而已，而是你开始理解，要跟一个人交往的初期，跟要进入中段，还有这个关系的塑造，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彼此的空间跟独立性非常重要。那两个人的黏腻，或是一开始就很喜欢对方，是可以存在的，但是节奏、速度可以比你想象中再慢一点。慢一点不会让你失去，反而是会让你一点显化你想要的爱情状况。而且在这个过程里，不只是显化你想要的爱情状况，你还会在每一步学会新的爱情模样该有的样子。所以你每一步都在显化每一个阶段最适合你跟他的样子，渐渐的你就会不那么在乎你原本所期望的爱情模样，而是体会每一个当下给你的收获，那每一点的塑造的爱情模样都是最好的。他在讲的是这个，那你现在理解了之后，不急，不要一头热，不要那么黏腻，每个细节都要好好的品尝，你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当下在一起最重要。而不是去定义我跟你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在这世界上是什么，在你跟我的人生是什么。那个定义后来会自然而然的出现，而不是他有点在讲说你会显化的结果啦，是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啦，而不是你先设定好要变成那样，然后才把这个路走出来的啦。他在告诉你说，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只是你忘记了每一步当下相处的重要了啦。你以为你是控制了整个状况走到哪里，其实不是啦，是你每一点，其实你每一天都在些微的改变，
我们就只讲爱情，你跟这个人相处的感觉啦，跟爱情的观点啦、价值观啦、模样啊，你所期待的东西啦，其实每一天都在一点一点的在改变。这里已经讲了第3次了，讲1、2、3都在讲，在一起的当下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有点在更突破的讲，所谓的时间、空间都已经没那么重要了，而是你们当下遇到那一个在一起的质量够不够好，能量够不够大，深厚度够不够重，有没有建立起每一次相处是否真的建立起了每一个感情的砖块，那个砖块是宝石的、坚固的，然后每一次相处就建立一个红砖，然后最后盖起了一栋2个人世界的房子，大概是这个逻辑了。所以以今天这个题目来说，其实我们常常题目讲到后来题目都只是一个引子，把你引进来说你要遇到这一个人了，然后只是这个人会带来的新的课题是什么，有时候都已经不是着重在你会不会遇到，或是这个人怎样了通常这个讯号一下就确定了，那就确定了我们就不要钻牛角尖说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而是后面的相处是什么，你慢慢探索你跟这个人关系，或是探索这个人。只是我再回到最初点，他是什么人？他其实就是跟你差不多的人啦，价值观、生活各方面、人生的成熟度、对于世界的感觉，其实现在已经非常类似的一个人要跟你在一起，干嘛？当你的伴，然后让你重新去体验爱情这一件事情，你之前错过的那些小细节，你之前错过的那些其中的那种每日当日的那种小甜蜜，还有让你重新再看一次你自己对爱情的价值观是什么，然后用这个人的出现，所以这个人的出现没有带给你太多的麻烦，没有个性上的麻烦，没有物质上的麻烦，也没有年纪上的麻烦，或什么都没有，没有那种外在的麻烦，这边看起来没有。他就是一开始讲两股很顺的东西来，而且因为朋友的出现，他甚至有朋友的介绍啦，但是我觉得讯号比较少。那你们2个一开始就会站对眼，因为你们一开始看到的默契就出现在我刚前面讲的，你们已经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是自己不想要什么，所以这个人就会突出出来，所以相处都不是问题。1号牌的课题就是1号牌的课题有点帮你捡回你以前爱情上面忘了品尝、忘了体会或是失去的东西。我觉得失去是因为你拥有过才失去，可是这一题不太像这个，这一题还比较像是你还没有经历过爱情的美的部分在哪里。然后这一题1号牌给的是这个。好，我再往后面下面看。我觉得1号牌讲起来是会很严肃，但是其实你仔细想其实他这一题在教你，或是在提醒你，爱情里面除了浪漫之外，2个人在一起，它还有一些生活的小细节的甜蜜耶，还有一些生活小细节的生活感。生活感多好！虽然很特别是今天这一题突然这样讲在讲2个相处细节，可是一点土能量都没有跑出来。它其实有很多的水能量、风能量，而且还有强大的火能量。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你真的好像太追求爱情这个形式了，可是它的现实面、生活面其实也很美，也很浪漫，是否忘记去品尝了？它这有一点这个小讯号应该不能说小讯号，它比较像它的核心讯号往这里走。那这个就不盖了，我直接翻开始出现比较大的牌，然后好，这些通常我前面讲很多，后来翻出来牌就会都已经讲完了。他这边只不过我讲一个你没听到的，他的意思是说，这一段你甚至会学会为一个人付出，可是没有要这个人回报，你会更加的喜欢为这个人付出，你会把它变成了某种概念，就是我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多为他做很多事，可是我随时随地都回到我自己个人。
就是说我个人可以一个人存在，但是我也很愿意为这个人多做很多事情。可是，并不会因为你为了他做很多事情之后，然后希望他对你有所回报，或是他已经对你有所回报或有所反应，而让你更想要为他做什么？没有这个，就只是单纯你想为他做什么。你会斩断，或是完全没有希望对方为你做什么，因为你为对方做的事情已经满足，非常满足了，然后才说你会随时回到自己个人身上。哦，因为你是为了你自己的快乐做的。这样讲好像很自私，对不对？可是没有啊，这就是因为你已经非常从容了，非常没有欲望想在任何人身上得到什么的概念。那其实今天这题1号还这样子，才会像是我刚才讲说是2个很独立的个体嘛。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你跟他都会做类似的事情，所以你们2个人保有很好的空间，很好的呼吸环境，压迫感也很低，每次相处的质量都很高。每次相处的质量很高，所以以今天这个重新转换一个概念来说的话，也就是说，这一段应该也可以说是你人生中开始能够品味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的生活感跟细节小地方，你终于可以开始理解相处里面的细节上的美妙，而不像以前对于爱情很着重于就是我们是一对，我们是在一起，然后什么都要一起，然后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人，所以我们所有的决定就是我们都要一起决定，这样你不会那么执着于这件事情，反而比较能够体会2个人难得在一起决定事情的那一种珍贵，那个珍贵那个稀罕度，你比较能理解到了，角色已经换了，位置已经换了，这完全不同的感觉哈。也不是说这关系2个人不牢固，没有，反而更牢固了，因为个人很强了，没有是谁依附谁，谁去加了谁这样子，谁去填充了谁，谁去补充了谁，没有这概念。好，那我再看一下，节奏会比一开始在慢慢的进入非常温的、非常慢的状态，然后会趋近于比你想象中的更成熟，想象中的更健康，甚至于会有点觉得无聊，因为太过于平凡。但是这是好的，表示契合度到达满点，只剩下生活。那会觉得那就没有感情啊，或是什么浪漫的什么那些激情或什么那些的。其实等到你失去了这段之后，你才会发现，人生要找到这样子的一个伴，让你感觉到非常平凡的平静跟生活感，才是最难的哦。那就表示说，你们各方面是非常合的，你能做自己，又还能有自己的空间，也没有被人约束，却又在一个有秩序、受约束的环境里感觉到那个安全感，这就是那个平凡了。好，来，那讲很多哈，最后来讲一点你们2个的连结哈。那连结讲说你们怎么相遇啊，或是为什么要你们2个在一起啊哈。好，我来放这里哈。好，好，在这里讲的很简单，2个伤心人，已经不再是伤心人的2个人的相遇这一开始就讲了，这一开始我们不就讲了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到了这个阶段，好像宇宙觉得你们2个可以在一起了啦。他们一开始也没有要让你们2个在一起，但是就是觉得差不多，就有点像是我们用拟人化的说法，就是说，好了，这2个人可以在一起了啦，就让他们在一起吧，差不多是这样子。也不要让他们就自己一个人。6 4
你们会在一起受到的外力蛮多的，外力的推击蛮多的。我刚刚前面说，宇宙在说，哦，这就让这两个人在一起吧。可是它更像是你们周围的人，有人中间在偷偷牵线、偷偷做梗，让你们两个遇到，好像有一点默契或肯定，你们两个遇到一定会互相喜欢。就是说，你们的朋友有人偷偷私底下觉得说，这两个人就是他们应该可以在一起吧？我们来试看看。他们都有这种闲言闲语，也不能讲，就是可能一种悄悄话，彼此悄悄话，有点默契。所以你们两个遇到就是不是邂逅，就是有人偷偷中间把你们弄在一起那未来啦，你们未来在更遥远的地方，这边有翻到，还是需要说一点事情，就是你们两个会共同进入一个大转变阶段，而且是共同的、一起的。那个时候，你们需要携手一起进入新的阶段因为你们两个是彼此唯一最好的伴跟支柱只有你们两个能够互相协助自己好，到这里给你一个总结啦。今天这一题是要吸引一个人什么靠近？吸引一个人靠近你，其实你们两个本身中间有人觉得你们应该要在一起，所以有人帮你们牵线，所以不太像是你吸引他或他吸引你，只是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就非常有感觉，有一种同类的感觉很重就这样，同类的感觉很重。那回到刚刚一开始，这关系复合型的状态很多，朋友、恋人、收妹会同时出现，所以你们节奏太快，会忘记品尝爱情慢节奏的小甜蜜。你们会想做的事情很多，会忘记。那这边有在说，可以放慢一点然后慢慢的成为一对，这样子。前面花一点时间热恋，花一点时间交往，花一点时间去玩，然后慢慢的静下来了，冷却下来了，你们就会成为最合的那一对。节目的节奏就这样那就是这一题，因为前面只能说1号牌这一对的细节很完整，然后问题蛮少的，也就是说，很多问题都在你之前的恋爱就已经遇到解决了啦，所以这些到现在这里，你们彼此都不太算是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未来真正的大问题就是你们两个要进入一个新阶段，要这个大成长、大转变，是一个加分的大转变。你们两个都有共识要一起改的，那阶段的时候，你们两个要互相扶持、互相帮忙但我必须说，它并不一定是你们两个是恋人关系的情况要互相升级我刚刚前面说这是一个复合型状态，所以它有可能是你的收妹或者最好的朋友状态，扶持彼此然后他已经超越了是不是恋人的关系，在未来有可能也有这个可能。好，那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就这样很长，然后你只要能听到1、2句能够消化，能够改变你，不要改变啦，就是能够影响你，然后能够让你去思索一些问题，这样就很棒了听不懂、不喜欢、无法接受，就推开，不要听就推开它，没关系那很祝福你们啦。然后，如果你在别的地方有看到我的影片或什么的话，请你一定要回来原本的频道因为我能祝福的能量就只能放在这里了。希望你们回来领取对的能量那就这样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从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开始。好，那我们一样抽5张牌，然后来看一下最基础的能量结构是什么好，好，第1张，好，然后第2，来我对一下位置，第3，好，可以了这样你们可以看了。好，第4，好，然后再来盖1张。好，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靠近你好，不得不说啦，这个人其实目前我觉得他还没有发现你
他也没有发现你，但是他确实是往你这边来，而且速度是快的，它不是慢的哈，它是快的往你这边来。但是，我觉得是因为你这边这个方向啦，也就是说你的环境各方面，我觉得他有可能，我看一下哈，把他的工作应该是他的工作或学业哈，会出现在你的生活领域里。可能是跟你的工作跟你的学校有关的，那也因此，我觉得它会因此而出现在你的眼前了，会出现在你的眼前。不过，以今天这题来说，它不是因为你的外在或者说你的条件上被吸引了，我觉得是你的能量，我们就把它讲能量哈。它现在你的能量跟它的能量算对齐了，然后它往你这边来了，主要还是因为钱币4在这里。你看它这张图，它就是一个门锁住的墙。其实这张图代表了非常多东西，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很大的，譬如说紫禁城外面的红墙，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座大城堡的1楼的墙，比如说魔界一楼，就第1层最底层那种高耸的墙，高到扛到天空。但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监狱的内外锁住前后。这都是讲的比较重，那你可以讲的最简单的，就是一栋豪宅前面有管理员挡住，也可以就这样，反正它就是一个墙的概念，但是它就是隔开了你们两个，只是因为宝剑骑士在这，他在这个位置做了一种，就是你人生要行走，要去哪里？你总要动吧？你动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感？那宝剑骑士的这个位置，就是他在他的世界里，他有明确的方向前进。那他往哪里走？就往钱币8这个位置。事业上他的努力，他需要有所收获；事业上他的努力，他该要有收获了。所以我才觉得他就是学业或事业这个方向去，他的目标就是往那里去。那只是啦，去的路先被挡住了。但我觉得这个不是挡他的要走的路，他挡的是你跟他的视线里。好，所以，你们的关系核心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火焰啦。那个火焰我们可以转换成它是一种全新的生命能量那这个全新的生命能量所定义的基础、定义的本质、定义的结构是非常强大的权杖国王。意思是说，你们的相遇可能是宇宙的能量在某种有意识的、有主要介入的能量去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或是把你们两个对齐。那这一个不一定是外力了，它有可能是这一个人，因为他想要走来的这一个他的人生的新目标，或者他的新的人生涯追求吧，他非常笃定了，所以非常笃定的往可能 A 方向，那你就在 A 方向，所以他就是很笃定的对齐了过来，所以他也有可能不是其他的宇宙能量或是其他能量拉扯你们两个，而是他的这个能量很强。我是比较支持是他的能量很强，因为我看到他的那一个，在我的脑海里的意念，为什么瞬间捕捉到的画面就是一个非常笔直的一座桥，非常笔直的一座桥，没有起伏，然后下面有非常大的高石柱去支撑着非常笔直的一座桥要往你这边来，只是桥我还没看到尽头，还没看到它要到的岸长什么样，是座山吗？是座平原吗？是座山洞什么？没有，我只看到桥有短的桥，但我觉得那一闪而过，我觉得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笔直很长的桥，有点像跨海大桥这样子，被雾茫茫压住的未来，可是很笔直，然后它正在急速的冲刺过来，这样子我猜他可能最后遇到一个大城门了，
就是这个这么具体的东西这样。但没关系哈，至少他在往这边来了。我们这都是抽象概念，我们讲现实的形容啦。当他越来越接近他的目标的时候，你就就越来越接近你，就这样，你在他要到达的目的地旁边了，就这样哦。所以他的人生现在怎么走，跟你现在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你现在做任何事情，对他没有任何关系。你无论做什么，你都在他的终点附近就对了，就这样哦。那你也不用以今天这题来说，这4章都没有讲到你该做什么，你是什么样子，你什么没有，都在讲他现在的进行式。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好，2个都出现了，一个讲 why， 一个讲远方，一个讲深渊。那我只能说，他带着非常完整的能量来跟你相遇了，哦，所以基本上只差相遇的时间，其他相遇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他该出现了啦，他该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了啦，哦，然后，这边只能讲这个。它会带给你什么？我觉得因为它这股火能量蛮强的，而且是完整的哦，而且是平衡的，然后舒适的，不烫手，舒适的。那，的确是我看想没什么大问题，最多真的就是等待的时间，要再等一下就对了啦。哦，因为这条桥，这座桥，这个路还真的还蛮长的。不过好处是它不太会中间转弯或做什么事情分心哦，因为它所带来的这个能量的综合体，足够它好好的出现在你面前啦。哦，只能说它就这样出现了啦，它就这样出现了。只是我有点小小的担心是，它会被卡在这个城门前。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吗？他到达他人生的那一个目标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失望，他有可能会突破不了，所以他进不去哦。可是还好，他带的能量似乎是充足的，能够支撑他突破下去。只是这讲什么，就是你们相遇的时间就不会是近期啦，近期他还在，我觉得讲白一点，他在遥远的地方，还在就这样过来。只要他这一条路，他决定这个目标，他没有放弃，他终究要遇到你就对了。所以今天选到2号牌的朋友，如果以讲可惜的点来讲，我们捕捉到了一个蛮远的能量了，蛮远的能量。但好事是，这个人目前看起来很明亮哈，很明亮，而且不模糊，好像我们看得很清楚，只是距离很远，这样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翻，它至少还有我们还能翻12张牌看啦，不担心哈。来继续看哈。哦，好，我们然后再盖一张。我想一下哈。哎，以这张牌来说，反光了哈，反光我们拿过来一点好了。水哈，
嗯，今天2号牌几乎都讲这个人。他这个人现在在这个路上，虽然他很急速过来，可是他其实背负着蛮多他人生需要突破的事情啦，蛮多要突破的事情。毕竟他把你遇见你的这个位置、这个空间，把它设成他现阶段很重要的一个目标理想哈。不过宇宙能量有祝福他，或是有在帮助他，或是有在告诉我们，他一定会成功的，他一定会到达的，他一定会呢。所以你们一定会遇到的，你们一定会遇到这件事情。这里讲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啦，因为他不然不会抓这么远的地方。只是我觉得他有点残忍，他直接告诉你这个人还有一阵子，也不只是一阵子，还有一段时间他才会出现。即使这2张出现的时候，都还有一些困难牌出现。所谓的困难是他有很多事情还在解决，也就是说，他现在不是说他现在同时遇到很多事情要解决，而是他这一路上有很多事情要一关一关过到你这里来。也因为都要说一关，所以每一关还要花很多时间呢。那我脑子瞬间出现来的另外一个平行的讯号，在说你可能这段时间要想办法提升一下你自己的各方面你想要提升的东西。我打个比方，语言要加强吗？要。我的意思说是你自己啦，我不是说这里要求你要语言加强，我说你自己跟自己说啦。你可能觉得自己语言加强，你就要去加强。反正你现在这一段时间，我刚突然得到的一个讯号是，你不能白白的在这里等。你现在是个好时机去提升你各种东西，来跟他相遇。这边有说这个讯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觉得不要白白的等，好像是有点在讲说。可能为了你们2个相遇的时候，各方面事情会变得更好啦。所以这段时间你想要去提升自己任何东西的话，好像是个很好的时间段。但它的讯号不是单的，只是在说是为了这一个人而去提升自己啦。我觉得它比较多的是，现在刚好这段你有一个机会能够好好的专心提升自己，各方面你想要提升的。似乎也在说效果会很好，好像能量各方面正在支持你去提升做这件事，好像会有一些加成作用或一些 buff。所以才把恋爱这段时间，至少你跟他这段先空下来。当然他并不是说你就不会再遇到其他的了，也会但是遇到其他的，是否也是在提升你恋爱的新的价值观，重新定义恋爱，还是跟人相处的能力，也有可能都有。只是他这里回到你身上，他有一种你的主动性去提升，或是你的被动性去提升，都有可能。就是不要白白的在那边什么事情都不做就等，然后就只是上班生活着这样而已。还有更多事情可以提升一下哈。那说到这里，2号牌的朋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等一下去听看1号牌。1号牌讲的就是2股已经准备好的能量，然后要让他们遇见了。那回到2号牌，似乎就在讲他们1号牌的前期了。前期就是2个人终于完整了成独立的个体之后，然后在一起。所以摩擦变很少，不适应很少，然后有别的课题，这样你有好奇可以去听看看哈。那2号牌似乎真的是讲到前面了啊。那你的真的其实牌面真的没有讲到你，都在讲他，只是因为他这个映射的讯号有出现，我就告诉你哈。来，我来看看这里。还是在讲他。他这个人啊，会一步一步得到赞赏、赞美、成就
成果会越来越好。等到他到了他的目标的前面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人了，非常完整的人。但如果你看很多影片，我都会讲，他会看到你，基本上也是因为你也够好，跟他所理解的好差不多接近，他就会看到你。所以我大概知道为什么要有个讯号，希望你这段时间也不要白白等，就要去够提升一下。我觉得他可能要增加一点，第一，他看到你的机会，我们常常说，有的时候能量有捕捉到适合你的，或是可能会相遇的，或是吸引的，没错，是会吸引到，但是也有掺杂着会不小心错过的一些小细缝啊。虽然准备好了，你有没有接住？盘子拿好了，有选对食物，或是你要去拿的书已经没有了，它总会有一些阴错阳差的错过嘛。那2号牌，因为他讲的东西有点太远、太未来了，因为他都已经捕捉到一个这么远的人，所以以今天这段来说，也没有说不好，反而他在投入新的契机，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么急，而且这个人也一定会出来，而且这个人会想象中的比你更好，那既然与其等待，不如我们让自己现在也变得更好。到时候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说不定有一些加成作用。说不定我现在所建立的自己的全新的价值观，或是更好的价值观，或是更好的生活品质，就是让我能遇到他，然后能瞬间爆起爱的火花，或是能瞬间能2个人的容错率超低、契合度超高的那个瞬间，而做的先前的准备。也有可能啊，虽然你不知道你在准备什么，但至少把自己变得更好，一定会有比较好的效果。但没办法，一个人如果够好，他所能看到的人其实眼界是狭隘的啦。因为他这么要求自己，他当然也会喜欢的人也会差不多是在那个水平或他想要的那个范围里，不能说水平啊，就是他所信任的价值观里啦。所以大家你们互相一起起来，也许会加速你们2个遇见彼此的速度，也有这可能啊。也许你就是先把那门打开了，先走出门外的人啊，因为你够好了，不会被这个东西困住，你够好了，视野打开了，想要迈开自己生活的步伐起步了，也许你反而让你们俩的相遇加速了，也是有这个状况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好，我把中间盖好了哈。哇，你自己看这个牌，圣杯6，圣杯2，我不得不说，你们就只有时间跟还没遇见这个问题而已。我甚至可以收回我刚刚前面的话，说你也不用做任何准备，你们遇到的时候就会很好。我甚至觉得你现在已经够好到你也能遇见他，因为这边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契合或什么，而且他还不是恋人牌，他是圣杯2，然后就加上圣杯6，你们的他这个行进过来到了尾声，已经算是备受祝福、备受肯定的，然后与你相遇。那他为什么会选到你？他为什么会遇到你？表示你也一定是够好了，一定是够好了。我甚至开始刚刚前面的讯号，希望你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说不定能遇见他，或是才能让他看到你。我觉得这个讯号渐渐消落，它比较趋向于，也许你现在的新的提升够好，你会是第一个去迎接他到来的人。也就是说，你可能会更早的遇见他。现在有这个，因为你们的能量现在牵引的很完整，真的很完整啦。你们2个现在牵引的很完整啦，甚至也不是你在他想要去的点那边等他了。现在再看下去，已经像是你们2个就是说往彼此这个方向再慢慢走来了。只是谁会走得比较快，还是都慢慢走到，不知道。但我觉得他那边有一直越来越加速的速度，
哦，那你这边被说破了，被说破说你自己也可以做一点事情，自己的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让自己变更好。他等于是也在加速的往他那里方向走去。哦，你知道为什么是这个吗？其实不是因为你变好才让你遇见他，而是你变好之后，你的视野会打开，你认识的人会变多，你去的地方会变多。你会不知不觉的也在往他的方向走去，所以你们两个相遇的时间可能就会提早了。目前看到也有这个可能。因为这两张牌出现，我实在很难去拒绝你们两个人的方向，除了对齐之外，还有拉紧状态。力量在这，不过只能说宇宙自己，你们两个以外的能量，并没有刻意把你们拉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有把你们拉在一起，但他没有刻意的要再让你们两个加速。我觉得他们已经觉得我们已经用足了足够的力量，让你们两个对齐，让你们两个线牵足够了，力量够了。其他的要靠你们自己去做了，其他的要靠你们自己去。其他就是靠你们自己了啦。其实他们帮不上其他忙了，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且你们的能量已经够好了。不需要再为你们多做什么了。现在就只差相遇而已，而且甚至连后面相处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什么牌面都没有讲，他都2号牌都在着重于这条路，这条路上有他有你，相遇的这一条路上有他有你。即便这个我刚说这个高耸的墙看不到尽头的桥还在，都在走，你们甚至还没看到彼此在对面，但是要怎么走去见对方，还是要靠你们这样子。然后目前这里就这样。好，再看连接的部分来两个连接的部分，用别这牌看。用这个2号牌跟1号牌比起来非常清晰简单啦，讯号简单清晰，字描述词各方面都很少，而且还全面着重在他身上，还没有2个人同时出现。等一下，7号，7了只能说，原本啦，你们2个在很早以前都处在2股很混沌的状态啦，对生活、对人生，都还是处于在那种我只想能生存下去就好了的状态，这样。然后不知道哪天你们对人生突然冒起了一种全新的思维，突然很想振作，或是突然得到了某种生命力，可能看了电影或是认识的朋友，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有股生命力，能为自己多做些什么。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你们意识到自己可以有新的自己的那个状态开始之后，你们2个人的能量就开始慢慢的对齐了。他现在讲的是这个就是如果你们都一直没有那个觉醒状态，就是人生就还是只是为了生活，然后为了幸存下来这种概念，顺下来，你们2个的能量其实是没有在对齐的。他真的是在讲说，某一天2个有一种新的觉醒，好像有一股觉得自己不想要再这样子浪费人生，或是这样子生存下去的一个能量，或是想要让生命比较精彩一点的时候，这个意念出来的时候，那一刻你们2个就对齐了。现在讲就这个桥就出现了，这样是。
那当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开始有你们两个，他这样说，你们一定会遇到。当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其实是什么？你们突然知道生活是什么，突然知道什么叫做跟另外一个人生活。不是说你们本来就不知道，或者什么之前的交往或什么不知道，而是说这一次交往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原来两个人在一起有很多的细节要注意。原来两个人一起做决定，跟自己一个人做决定的时候，要顾到对方的感觉，跟顾到对方的需求有这么重要。还有两个人的时间感，一天的行程有差异，做调整，互相配合，互相讨论有非常重要。那这个重要到你们两个会同时会共同找到一种共识，就是原来我们两个才是，就是我们两个的情感其实应该是建立在很丰富的生活状态里。这怎么说？就是反正简单来说，就是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会想要一起生活啦，很难很难各自生活，你们就是会很想要一起生活看看，会很想住在一起，很想要一起共用时间表或什么。好，就是你们俩遇到的时候会有这一个讯号了，而且这一个讯号会很强，强到你们会觉得这好像是你们人生真正想追求的东西，都已经不是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在你们两个相遇遇到之后的讯号会有这个。来，我再看一下，他这个为什么突然提出来？因为你们原本是有这个排斥能量的，是没有那么在乎一定要住在一起，一定要生活在一起。在一起就好了，那不用到生活这么紧密。可是很特别，是你们遇到彼此的时候，就有这个念头出来了，好像很想要这么接近，生活这么重叠，会有这么想要，会有这个欲望会跑出来。那当然了，这个欲望所在说，偶然你们就开始怀念起原本自己一个人或是两个生活没有那么黏腻，但是不成问题，因为你们两个会慢慢的就发现。即使你们两个生活重叠在一起，或是住在一起，可是你们两个因为对于生活感的价值观很契合，所以你们两个都会很努力的让对方保有一种，我其实没有限制你，我没有限制你的自由，没有让你不自在，我给你很多的空间，很多的时间，你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选择。你们用这样子的弹性拿捏分寸，让你们两个的生活感非常舒适。非常舒适，一种协力的状态，一种两个人互相扶持生活的状态，一种伴的状态会变很重，会变很重。只是就是会很想要生活在一起啦，很多细节都想要一起分享，很多事情都想要一起做。但很有趣的是，表面上看起来很黏腻，可是两个个人的独立性就还是非常保有，非常强。我觉得这就是你们两个都互相能够理解，个人空间很重要。一开始你们就知道了，所以不会约束对方，也不会感到被约束，反倒是不约束或是不要求，给空间很多的时候，突然才开始有一种不安全感，好像有一种不被在乎的些微的这种感觉，只有些微，没有很多哦。只是这个讯号连续讲下去，会讲到这里了。但是我发现没有很多，只有些微的，很快就释怀，不造成困扰。今天这里这么多牌哦，我没有看到任何有问题的牌，会造成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会有问题的讯号，没有出现。唯一一个沉重的是权杖9，但是它出现的地方是在对方行走来见你的阶段，不是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但是他自己要解决，他会解决，他会解决，是在那里。大部分遇到你们两个没有什么大问题。好，来做个小结论哈。总之，选择2号牌的朋友，这个人来，基本上会是你期待的样子，期待的人，个性上、契合上、三观、价值观、生活观、未来观各方面很接近，很雷同，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现在就只处在一个
这个人捕捉到的时间我蛮远的，所以这个人要出现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不代表你就只要专心等这个人出现就好了。他只是希望，他只是在告诉你，这个能量有在这里来。但是如果你前面就已经有更好的或什么，你已经觉得很安定了，那就表示你们这个门不会开，就这样而已。就这样。所以他这个门，为什么说一开始就说有门挡住了？因为还很长，他这个还很长，还有很多变数，他还在走他的人生，你也还在走你的人生。只是我刚刚回到刚是不是说一个契机？你如果对自己有所提升，有所在开阔眼界的话，你会可能遇到他的机会会加速缩短。不过我必须跟你确定，这个人真的还很远很远，还很远很远，还很远。所以能捕捉的讯号，即使有，我也不会给你很多，因为他实在是很远，没办法。就是我不想给那么笃定的东西，或是给一个空泛的希望。那为什么他要捕捉？我觉得他要给你的讯号是，你的人啊，其实已经够好了，才能吸引到这样子的能量往你这边笔直的来。他一定有所共感、共振出来，所以他才会来。那一定是要差不多好的能量啦。那如果他这一题在告诉你的是说，他这个人往这个世界上来，而且他在路上会一直受到嘉赏，一直受到赞美，一直受到大家欢迎，他会是越来越好的人，那就表示你够好，才会这样来。那你也可以变得更好，你知道吗？他这边有留了一个空间，告诉你这段时间除了等待爱情之外，你要让自己变得更好，能量有在支持，宇宙有在支持你。这里有很多能量，虽然在讲它，可是其实它在另外一个角落是在告诉你说，你现在的能量也很好，你也能够突破一些障碍，跟突破一些舒适圈，或是突破一些你现在的心魔。你只要现在开始耕耘，收获就在那里。这里也有这个你的讯号哦，只是它不在爱情上，它比较在别的角落。只是为这个影片到后面，我就大概跟你说，你近期也有机会突破难关，突破你心里一直觉得做不到的事情，有，因为能量真的有在支持，而且金币8在这里告诉你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一个有付出、有收获的一个环境里，一个能量场里，你的付出不会受到亏待，有这个讯号。好，所以你可以试看看去做一些事情，或是你可以再忍耐一下你现在做的事情，收获就在不远的地方。这是爱情外的事情哈，顺便告诉你。好，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那就这样哦，我能告诉你就这些。记得里面的内容只要有1、2句，你听了能有帮助，或是给你一些方向感的选择比较确定，或什么比较具体，这样就够了。听不懂、听不喜欢、不接受的，就把它推掉我们就不要当做没听到，没关系，我们再听听别的就可以了。总之呢，记得提醒，如果你在别的地方、别的频道看到我的影片，记得还是要回来 YouTube 这里Abundance of One 就这样哦。谢谢你们来听，那祝福你们。接下来我们来到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靠近你你正在吸引着谁？好，我们一样我们会选5张牌，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能量的结构怎么走必须说因为前2组牌翻的都非常意外的不太符合今天的题目但是这是很正常的状况，因为题目只是一个开端，只是一个门让你们进来听听看今天要预测的一个恋爱故事线在哪然后它会捕捉到什么样子的人，多远的地方，或是多时间多之后这多遥远的时间都有可能啦。那我们就听看看来5张，第一看来在附近，继续翻希望就真的在附近好，来先对个位置怕牌被遮到了看不到。好的，可以。这一张，
来盖一张哈。好，我看一下。哎，这附近，我本来还以为今天三组牌都会抓到比较远的人。这个人在附近，他已经认识你了，然后他非常喜欢你，你很多各方面的讯号都吸引着他哈。那他原本只是观望还在观望。其实他现在也是在观望啦，只是因为他跟你接触之后，他发现几个点。第一，就他的想象里不一定是真的哈。他觉得会喜欢你的人应该不止他一个，然后或是他真的有发现也有人喜欢你，所以他有竞争对手。那其实以他的状态来说，他不一定觉得自己会赢，但是他想赢，所以他想怎样？他想率先跟你告白。那这一个起心动念在他内心里似乎开始滚动了，所以他现在有在伺机用错词了，有在准备，有在观察什么好的时机可以跟你更进一步，让你知道他对你的好感。但也有可能他是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潜移默化的方法，慢慢让你对他有好感。所以他是你会互动到的人，在生活里，他没有躲起来啊。然后只是还有一个点，你好像不太感受得到他这个人的任何表达，也就是说，我觉得你这里有点慢半拍啦，有点慢半拍，发现这个人喜欢你啦。那你发现这个人喜欢你的那一瞬间，才会知道自己其实也喜欢这个人，对这个人有好感。但是因为你们现在的关系设定在一种好像不会有互相喜欢的情愫的关系里，所以他可能是工作或同学或什么，反正他有一个角色上的距离，让你没有发现到这个人其实有点喜欢你，即使你的敏感出现在都没有出现，因为月亮牌挡在那里啦。他月亮牌设定在你们在精神面、意识面的共识上，处在一种模糊位置、不知道、不确定的状态里。但是因为恶魔牌设定在是他的位置，所以他是很确定自己喜欢你，但是你不知道而已。只是说命运之轮在你们的关系里滚动了，滚动的不是你，滚动的是他对于你想要做出任何更新的、更进一步的行动。很多都是在讲他，你的部分真的，我跟你说，就算他跟你表达他喜欢你，你还感觉不到，为什么？因为你们两个的语言模组似乎不同，他用的表达方式、身体语言、肢体语言、语言方式、行动语言，你可能接收的讯号薄弱了，是这样子哦。那他会算是像是一种追求者的角度，所以不是一开遇到就有一触即发的讯号出来，不是这个哦，他不是。好，好，翻一下好了。哇，你感觉不到他，甚至我就直接老实讲，他可能不是你原本所期待的人啦，期待的人、期待的样子，各种条件外在或什么都一样，任何条件都本来不是你期待的人。可是我也必须说了，恶魔牌在这里它很少。对我来说，恶魔牌在我的牌组定义里面，
我几乎不会把它设定在是单方面的吸引，我觉得只是时间点、契机点的差别而已。哦，你会喜欢他的，只是他不是你原本欣赏的样子或期待的。那你会喜欢他的，但是需要花一点时间，你才会发现他身上的好。哦，我也不是说他的很多条件都是差的哦，不是，只是他不是你原本设定想遇到的，就这样。哦，那还有一个方向是，这个人其实已经慢慢的在建立你对他的好感，只是你对他建立的好感走的方向不是往爱情这条路上走，所以也就是说，他也许跟你告白、跟你表白的时候，他也许在跟你表白、跟你告白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对他的喜欢，你会感觉到自己对他的喜欢，会突然这感觉会起来，会把你原本对他的好感，瞬间就也可以挪移到是爱情上面的好感了。好，就你心里会出来说，其实这个人也不看起来不错，其实这个人也不错，这样子，因为你已经认识，好像可以试看看交往看看，这样子会有这样子的情愫哦。那它也更像是一种你突然被一个人告白，然后你突然惊讶说哈，我被告白了，然后或者哈，既然是这个人跟我告白，也有这个情书哈，所以他也不一定只是说不是你期待中的人的样子啦。也就是说，他只是不在，就是说你可能也建立在一种你觉得不会有人跟你告白的状态里，然后这种有人跟你告白啦，有人跟你示好啦，这样子哦。不过这个人哈，我觉得他不是那一种会站在你面前跟你说他喜欢你的那种人。我觉得他会默默的对你好，带你出去，问你要不要去哪里，带你去吃东西或什么，他不会明讲，因为我看到他内心有一种不擅长言语的讯号，对于文字语言的表达这一块，从他身上上出来的讯号是模糊的，所以他应该是会用行动或什么让你知道他的好。他甚至不会明说我们在一起或什么，甚至会变成是你察觉了之后问他，他才跟你说确定，他才跟你回答。他有可能是这样子，对。但你发现他喜欢你的时候，其实啦，他已经对你很好一阵子了啦。所以我才说今天这盘你会有点被动啦。其实你蛮被动的，比较后知后觉一点这一题。好，再看。好，再改一张。你在他的眼里啦，在他的感觉里，在他的定义里，你是他很想要的那一种人格、个性，没有包括外表哦。他喜欢你内在的很多东西，所以他其实听你讲话，听你跟别人相处，听你做人处事，都很打动他，很符合他内在所追求的那一种宁静，他内心所追求的那一种想在一起的人能带来的那一种生活感、平静感、安定感、安全感的那种价值，非常接近，所以他对你非常喜欢，而且他很明确的知道，他在一闭上眼，他就知道他为什么喜欢你了。他这样，你的出现对他来讲带来了蛮多向往的成真啦。他以前喜欢的样子或什么的，他其实很确定自己希望能遇到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你有
他所向往的那些东西，这是他在他内心里面非常严格的为自己挑选人选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哦。哦，所以他原本对感情这方面并没有觉得有人在一起就好了，他不是这样哦，他也不是因为很寂寞什么有人能够在一起，然后就像恋爱或什么就试着看，没有哦。他会蛮确定自己该跟谁在一起的，他算蛮确定的哈。所以当他看到你的时候哈，那个欲望、主动性跟确定感非常重，所以当他发现也有可能别人会喜欢你的时候，他就会急了，他就会急了。不是因为他觉得你就是他的，不是这个概念，比较多的是他怕他人生可能不会再遇到第二个这么接近他想要的那个状态的人，所以他会急，所以命运之人就动起来了啦，命运之人就动起来了。哦，命运之人这边映射了他的着急，映射了他的着急，而不是一种动能的加速。哦，这映射了他的着急。我在想，他其实，如果你近期只要敏感一点啦，你会知道这个牌在说谁啦。哦，只是你之前他不在你在期待着要跟你告白的那一种形式里、那种模组里的人啦，他不在里面啦。我看到他蛮多的优点的。他除了很务实哈，他的人还很有朝气，很有生命力，很快乐，很活动力也高，还有点静不下来，是这样子的人，很有趣，很活泼哈。好，我再往下翻。看一下哈，是哈，到4了，哎，我觉得你初期哦，我觉得这边有在说，如果他可以告白他什么，或者你开始意识到他喜欢你的时候，我觉得你会有点刁难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这边有在讲，说希望你对他好一点，所以我才反射出来说，你可能初期会有点刁难他，会让他吃闭门羹，或是会有一点委婉的拒绝，但是他不会放弃。我刚刚前面也说，他的好需要花一点时间才会发现哦，他的好需要花一点时间才会发现。但你要拒绝就拒绝啦，你要没那么热情的面对他就不要啦，也没关系啦，都 OK。因为为什么？因为这里能量很有把握的觉得他值得你等待，他值得你慢慢发掘他的好。即使牌面我都觉得这个人不错哦，只是你不喜欢的东西他身上也有。我在猜是五感上面的，可能就是外表，其他的一些跟内心没有关系的东西。所以你自己要突破或什么，那可能就变成是你的功课了哦。但我没有看到这边说需要花时间，我只能看到说需要慢慢挖掘。因为为什么没有看到时间？因为他这边说挖掘，你会挖掘到，所以他有可能是一瞬间就发现，也有可能哦。只是这边有在偷偷说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有打开心胸去好好看这个人的话，那转机点就出现了。
有的时候我们打开心胸去看这个人的时候，还是会挖不到任何东西，但这个人似乎有你需要的，有你想要的东西，在别人身上没有的，这边有哈，只是要到你接受，试看看交往或多认识一点，初期这个距离还蛮远的，门还关得蛮紧的哦。哎，那看看你要不要给彼此一个机会啦，就是试着比较接近看看，让他表现一下，给他一点表现啊、哦。目前看起来能量是支持他的，不是说不支持你，是说支持他努力下去的这样子啊、哦。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连接哈。看一下哈，这个好了，那这个好了。两个连接状况哈。好，就说来看一下为什么要让你们两个连接在一起？为什么要让他追求你？为什么要让有这个机会要出现？哈，一定有原因的。来，我们翻看看哈。哎，等等，我们忘了翻这个。哎，这里顺便就有契机了。哦，我知道了。你身边，我觉得这个终于是你这里的了。你身边有个人会告诉你这个人的好，你多了一只眼睛在看这个人，你自己的眼睛跟你自己的角度看这个人有盲点，可是你身边有人有看到这个人的好，所以他会提醒你，他就提醒你。我觉得甚至是偷偷喜欢这个人的你的朋友，发现这个人喜欢你，所以他基于他是你的好朋友的关系，他告诉你，其实他知道这个人的好在哪里，因为他比你更多时间观察这个人，所以他知道这个人的好在哪里，然后你不知道。因为我刚刚前面说你感觉不到他，对吧？那所以你平常没有在观察这个人，所以你这里有人可能知道他的好了，对他有好感的人会告诉你这个人的好，所以你会开始比较开窍，开始比较换一双眼睛去看这个人。在这里，那这个角度出现了在什么？在一种开窍，脑子里的开窍。就是你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你会学到一点，就是原来你看人不够宽广，你看人太狭隘，你看人太容易被表面的东西所框限住，太拘泥于追求自己所设定的好感，需要被满足，你才会对这个人有好感。而不是这个人本身散发出独特的好感，你会就能接受跟能发现。这题有在讲这件事情，这里突然出现了哈，但对于对方没有问题了，对方没有在查这个，对方也不在乎你这么想，对方有他自己发现你身上好的地方，所以他这边有一个在讲一件事，就是说你的好，甚至你自己都没有发现哦。为什么会有的时候别人发现你没有发现？因为你不太在乎，你有些身上的好，你把它太成是太平淡、太自然、太存在太久，所以你不在乎，不觉得它有多特别。但是在别人眼中，在这个人眼中，它是非常珍贵、非常特别的。所以这个人的出现，还有一件事情在说，他有可能出现让你认识了最好的你。你忽略的你，你忽视的自己，你忽视了自己的好，你要从他的眼睛才会发现，所以他可能比你想象中的更重要，比你想象中的更贵人，而且你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发现，原来你可以被人这么喜欢，原来你有这么多值得喜欢的人，喜欢的地方，你也许原本就知道了，但这个人的出现能够突破或更多的角度发现你的自己的好。我觉得这个点有发现。我觉得从你这个朋友出现，告诉你
这个人的好的时候，你的看人的角度就已经换了，就已经开了一点了。你就有受启发的时候开窍了啦。因为这个排在这里就必须是讲这个，在别的地方就不是讲这个点了。所以这是一个蛮好的相遇。你的好的能量吸引到了这样子的人来，反而是帮助你一把，帮助你什么？然后所以才会说，你后来才会慢慢发现这个人的好，因为你会知道他看世界的眼神角度跟你有多不同，帮你挖掘更多你根本没看到的，你看事情、看东西切入美的角度的不够多、不够全面、不够宽广，这个人可以。因为他从看你的角度就知道了。那我大概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要来了啦，连接我好像还没翻呢。来，然后大家继续。第一，又出现了，好。他就是因为看到你了，刚前面讲，他真的就是看到你之后，他就决定了，他想要靠近你，他想跟你更好。真的，在这个火苗在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他就有了，然后他再从各种观察，发现你跟别人相处，真的他就发现很确定了。很初期啦，如果没有你的朋友或是人提醒你，我觉得你可能就要这样错过了。但也没有不好，他只是错过了一个恋人，但他没有让你错过一个朋友因为我有看到这一个人出现在你生命里的重要性跟持久性，他没有一闪而过他没有一闪而过，他没有因为被拒绝或是什么就不见了，没有他这边出现在你人生的能量还蛮强的，是一个大亮点呢。我看一下。这题其实3号牌其实这3号牌着重在于别人，这的题目其实设在别人的眼睛，别人的眼睛，这里又再讲一次。为什么这么说？从我刚刚一开始就说，你的好是从他的眼睛里面，在他的角度里面发现的。然后我们后来是不是又说，你的朋友有发现这个人的好，而是你没有发现的，所以又是他人的眼睛，对吧？然后你的好还要从他的眼睛里面去发掘，所以他现在在告诉你说，这一题是让你学习，原来别人拥有你所没有的美的角度，欣赏他人的角度，你没有的，这一题有这一题在讲这一件事情他一直在讲第三者的眼睛对你来讲很重要，他也在讲第三者的角度是你所匮乏的，你需要体验。这题有这样子那体验了会体验到什么？不是理智面的体验，是体验到，其实他有一点在讲说，你的恻隐之心，你更高度的怜悯心，你更高度的共感你怎么共感他人？还有他人的故事对你来讲只是故事，还是活生生的事情事件的存在？他有在开窍你这个角度去看人。那这个人的出现，你会在他的眼里发现，他把你当成是一个活生生的重要的人事物的存在。本来就会这样，但是这一次会加深这个深刻的感觉，让你觉得你不是只是一个精神面的缥缈，你有各种五感，看、听、吃、闻到，那个五感加重了，你会对你自己的存在感加很重，在他的眼神里，然后也因此你会知道怎么看这个人。所以前面才说，这个人可能一开始不是你所期待，可是要花一点时间。不是那种很长的时间，就花一点时间就是去挖掘这个人的好的这个时间，你会还会发现这个人的好，主要还是因为你自己的那一个眼睛，从学习他人的眼睛看世界之后，自己的眼睛
再睁开更大了一点，你才懂得欣赏这样子人的好，不是说懂得，你才知道原来这样子的人的好要这样子去欣赏。他也在讲说，很多事情不能用单一的角度去定义、欣赏或判断那个事物的好坏。他有他自己的模组，有自己的切入的角点，所以他让你先从人，先从爱情里去学会到这一件事情，从你朋友的眼睛里，从这一个陌生人的眼睛里面去学习。所以这样子一个循环，他人的眼睛里，你就能够看到他的好了。即使这一段过了，你没有跟他在一起，你拒绝他了，虽然你也发现他的好了，各方面的，但你后来就知道，原来看人没办法只用少数的定义去确定一个人的好，或是什么样的人才对你是好的，你没办法很快就知道。主要还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这一题在教你看事情的宽广度，跟你的新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事情。新的接受度是你看事情的宽广度之后，再回到心里你要不要接受而已。但至少你要让你心里能接受的东西更广，选项更多，而不是就是1、2选1、3选1这样，没有，会更广泛。甚至你知道了这个广泛度之后，选择更多之后，你就不选了，你都会觉得每一样都很好。那哪一样属于我？哪样是我需要知道的？他都会这样，会慢慢一阶一阶进阶。好，那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我觉得蛮有趣的啦。这个人的出现，也许是个追求者的方向出现，可是，在相处、认识以及从你的朋友的判断角度上，你能学习到的可能会比一个简单的恋爱中达到更多，甚至也有可能从后来你知道怎么去欣赏一个人之后，就知道了自己要怎么去喜欢人。你看到了他，你就会知道自己喜欢人，而不一定只是知道了自己想要喜欢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想要什么样子的人。没有，你会从不同的人身上知道怎么样去喜欢不同的人，这是不一样的而不是只是用一种自己的喜好去确定所有人我要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是不一样的事情。那我想，目前看到，如果你开始喜欢这个人的话，他能给你的东西真的很多啦。那做个小结论，他就在你附近，他平常会跟你互动，他会慢慢对你示好，让你感觉会感觉的蛮慢的。只是今天你看到这副牌，你被提示了，你的敏感度会放开，也许你最近就会比较快发现他。那记得试着给彼此一些相处机会，也许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好。那如果你真的有疑问，你也发现了有人在追求你，有人在喜欢你，问问你的朋友，你朋友的眼睛似乎看得比较清晰，然后他们会给予你需要的话语，你那时候再做决定，再好好感觉一下。那就这样，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希望对你有一些方向感的帮助啦。记得每一组牌大概讲20-30分钟，句子很多。但你只要1、2句听了觉得舒服、能接受、适合你，然后给你比较多的选择，比较开阔一些想法，这样就可以了。大部分听不懂、不喜欢、不认同，就把它推掉，没有关系我们只要适合自己的东西出来就可以了。那就这样那再来就是，如果你在别的地方，无论是 YouTube 或别的平台看到我的影片的话，记得一定要回来这个 Abundance Owen 的频道 YouTube 记得好，那就这样，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